蓝军没有多少人，只不过是虚张声势。一排、二排，从阵地两侧摸上去。是。打！报告排长，敌方炮火已准备完毕。好，准备撤退，烟雾弹。撤！报告营长，烟雾太大，看不清路。我看他们只不过是工兵分队，火力并不强，只能靠防烟雾。等烟雾散了再前进。是。是。红蓝双方谁也没想到，当真正的实兵对抗展开时，首先投入战斗的不是炮兵、步兵，也不是特种兵，唱主角的却是工兵。蓝军派出一个工兵排在统领山上构筑假阵地，打造豆腐渣工厂，虚张声势打起阻击战。而红军也派出一个工兵连在高速公路上展开认真细致的排雷作业。这些看似不成规模的小打小闹，则诠释了时间都去哪儿了的真正含义。对楚占刚来说，时间的流失意味着期望中的胜利要打折，回旋的空间被压缩，他不能允许这种现象蔓延。什么情况？还有30分钟，这段路就排查完了。30分钟，大约还有150米的样子。挖出几颗地雷？有10几颗，但都是假的。什么？假的？把工程师开过来。是。旅长，你不能去，还是让我来吧。你马上带上队伍，在后面跟上就是了。上车。我看有些旗鼓相当了嘛。看来楚占刚这只华南虎真的被激怒了，连自己这个旅长啊都亲自披挂上阵了啊！韩鹏的下一步棋可就不好走喽。报告参谋长，工兵分队已将红军车队阻止在500米外的道路两侧，定点爆破准备完毕，可以随时进行山体爆破。定向爆破，我们准备通过山体爆破形成山体滑坡，阻断这段公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垃圾战术。参谋长，你看，现在能够制造多少立方的阻拦物啊？接近1万立方。红军全力打通需要多长时间？最少需要3个小时。好，这样，再给我增加1倍的土石方量。需要时间填充弹药。报告大队长，叫你的特战分队把工兵替下来。是。把你的工兵集中起来，继续填充炸药。我给你20分钟时间搞定。我要让他们连拉带挖到天亮。工兵就喜欢玩大当量的，没问题。哎。我们起名叫垃圾战术，这名字是不是不好听啊？我们专业化蓝军就是块臭豆腐，闻着臭，
吃着香吗？好了，去吧。是。哎，不行，多了，撤下一下。多放点不是威力更大吗？威力大了会把山体炸飞的。如果阻塞体落不到道路两侧，我们不就等于白干了？快！来人，把洞口封上。三营长，你们是怎么搞的？天都黑了，怎么还没拿下统领山？主任，我们正在进行蓝军阵地，但蓝军又上了增援部队，火力很强，需要炮火支援。马上把目标方位发送过来。是。目标，坐标。兄弟好了没有？就这边。达到方位炮的指挥所。弹药装填完毕，正在封堵洞口。通知所有人员脱离战场，撤出战斗。是。向后转，跑步走。撤！进攻！我是洞3，特战队已全部撤出，可以起报。队长，你怎么亲自开车探路？这多危险！哎，要不这样，这段路还不得走到天亮啊？这样，到前面宿营区吃点东西，已经1天没吃饭了。哎，政委啊，下一步要研究一下应对心理战的措施了。这样下去，部队会被拖垮的。没错，这方面我们训练搞得太少，总以为敌人的心理战只是政治宣传，没想到成这个样子。哎呀，张参谋，到目前为止，我们走了多少路？中路推进了220公里，220公里，到达宿营地是260公里，平均1小时23公里多点。牛车都比这快。哎呀，刚接到右路朱团长电话，他们通过统领山了。蓝军工兵炸开了统领山分水岭的一处山体，造成山体滑坡，隐埋了公路，目前正在打通。什么？他们把山体炸开了？是。过分，太过分了！看样子韩鹏是铁了心了，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千里行军路上。什么时候能打通？预计要在明天上午8点左右。明天上午8点，这样下去，后天还能赶到安旗江渡口吗？队长，朱团长他们已经被堵在土岭山一带，他们请示能否改变行军路线？
他们想怎么走？走吉林2省道，从东面绕过铜岭山和小毛山，估计要多走130多公里。一度。这条路上安全吗？路况不错，去年刚翻修过，应该没问题。关键是蓝军还不知道我们要绕着走，不太可能设伏。队长，你看，这样，摩步3营继续留下来打通铜岭山，炮团可以改道，不过要派出兵力，提前赶到安西渡，控制渡口和渡船。明白。山豹旅虽然经过一番努力，有效地组织了红军的快速挺进，但韩鹏心里很清楚，红军首领楚占刚是不会轻易被他这几招心理战就阻挡在途中。充其量是红军的行程耽误1-2天，但这一成果已让韩鹏感觉到现代战争的信息空间无限之广，手段无限之多，这会对未来战场面貌带来强烈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冲击。各火力组注意，3分钟后进入发射位置。电子侦察分队报告，蓝军在安齐江北岸丘陵山区的自行火炮目标已全部被锁定。好，太好了！通知朱团长，到达安齐渡口的部队只登船不开船，命令红军所属航空兵中队立即出动，将蓝军的5个炮火目标全部摧毁。是。哎，不对呀，这红军的摩步营怎么出现在他的右路啊？他的特战大队呢？就是啊。楚占刚可是个老滑头啊，他的特战大队到底藏哪儿了？旅长啊，侦察员发来信息，红军炮团只有1个连登船，后续部队还没有出现。只有1个连？是。坏了，快通知机步营，炮连马上转移阵地，越快越好。是。准备射击。
拿下安七渡口，楚占刚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几天来让蓝军折腾得寝食不安，没睡过一个踏实觉。现在他终于睡着了。政委、参谋长、朱团长报告：摩步3营已登上安齐江渡口北岸，已全部占领5公里堤防阵地。要不要报告旅长？不行不行，旅长太累了，让他呀再睡会儿吧。好，那我让炮团做好过江准备。蓝军呢？现在去向不明，但被我击毁步战车4台，战斗减员120人。我估计已经溃不成军，趁月色掩护撤退了。今晚就不要渡江了，让吉北营向纵深展开搜索，沿公路向北展开侦查，控制最少50公里路段。旅长，明天一早炮团过了江，我们就是一路畅通了。我是恨弘毅，到现在不跟吕布联系。如果特大调出来个南北夹击，蓝军的西北营就不是被击溃，而是被全歼了。是的，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跟洪大队长联系，但没有成功。摩步3营情况怎么样？接导演部裁决通知，减员1/4。丁参谋长，你看指挥所能不能连夜组织？不行不行，老楚啊，你太累了，明天上午再出发吧，就半天的路程。今天晚上呀，睡个踏实觉。旅长，和这支蓝军对抗，指挥所绝不能孤立行动。等明天先头部队到达后，指挥所再出发也不晚。好吧。哎，朱队长，吃点宵夜吧。你不说我倒还没感觉，你这一提醒啊，我还真感觉到饿了。同心人。旅长，我感觉安西渡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开始顺手了，是吗？韩鹏玩的那几招，咱们可都一一领教了。什么心理战、网络战、信息战，其实就是那么几下子。真到了动枪动炮，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吧？明天炮团一过江，看他韩鹏还有啥招。其实刚开始那几招心理战啊，真是让我头疼，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像那个狗咬刺猬啊，不知道从哪下口。那就别理他，大胆往前闯，这不闯过来了吗？并排啊，我们啊再考虑的仔细一点。除了这几招，韩鹏还能用什么手段？还有什么新的战法？我们考虑仔细了，再遇到麻烦，应付起来，心里就有数了。哎，古人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好，那我请他们几个80后参谋干事们也动动脑子。估计还要多长时间？轮渡公司说午饭前后可以全部过江。能不能给他们协调一下，再给我们派条船，费用我们加倍？渡轮公司经理说了，
除了油料钱，不会多要解放军1分钱，而是海事部门有规定，这段航道水流急，主航道上来往船只多，渡轮过江密度大，不安全。好，这个事我知道了，你如实汇报给指挥所，我再过去看看。是。队长，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一步。等等朱船长那边过江的情况。中午前后，能不能再快点吗？行，我知道了。舒旅长，安西路方向来电话，2个炮营和弹药全部过江，还需要4个小时。要不你和政委先走，我在这里守着。我们还是等炮团过江上路后再走也不迟。左路开进十分顺利，今天晚上19点，第1列军列就可到达狼山站，20点10分第2列到站。对。楚占刚上来了吗？还没有呢，还在等什么呢？可能在等他的炮团过江吧，没炮他心里没有底。看看楚占刚指挥所的情况。装甲3营在刘庄村，装甲2营在杜家村，保障营在河西村。红毅那边还没有消息吗？没有。内线那边知不知道情况？看看韩鹏在干什么？这个家伙，都这个时候了，还在睡大觉。可能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那就让这个家伙再睡一会儿。安七江阻击失利，对山豹旅有什么影响吗？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影响，好像也在积极的准备迎战红军吧。看来韩鹏要死守高地了，挡不住了嘛，也只能死守了。如果楚占刚速度快点的话，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就会发起总攻。但是1天1夜能否攻下来，这也很难说呀。那就看楚占刚的炮团能否发挥作用了。邪了门了，连导演部都不知道红毅到狼山了。现在很难说特大是否已经进入狼山潜伏。红毅他们是乘民航机飞到光明市国际机场的，根本没跟狼山基地取得联系。我们也不好向基地打听。但我们的内线目前就在基地指挥中心，有什么重要的信息，他会发短信告诉我们。好，了解一下韩鹏现在在什么位置。好。好了，就这样。可靠吗？是咱们旅1个月前抽调到基地搞保障的兵，走前我专门安排了任务，可没想到，他前几天发来短信告诉我，他在指挥中心干勤务。没想到你把眼线安排到首长的眼皮底下了。按常规打，咱就按规矩来，可跟山豹旅作战就得多几个心眼儿。他能鸡鸣狗盗，我就不能旁门左道了。有道理。你们俩那嘀咕什么呢？于参谋把炮阵地的位置给标出来了，你们俩过来确定一下啊。知道了。这事儿先别让政委知道。来信息了。这什么意思？韩鹏在535防线。好，太好了。既然他已经在狼山等我，我也不能不登门拜访。什么太好了？哥，丁参谋长说，韩鹏已在535防线等待我们多日了，我们也不能总是在路上磨磨蹭蹭。我看我们该上路了。教授，原定不是韩旅长过来的吗？怎么你来了？
旅长很有可能已经被对方监控跟踪了，他如果来，很可能暴露这次行动。红军对我不感兴趣，我的行动反倒自由一些。旅长怎么可能被他们监控到呢？这指挥大厅内部很有可能出现了909旅的内部。这以前打演习的时候，就有红军老乡给蓝军老乡送情报的。这小云君子啊，咱都得防。哟，啊，怎么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10人被劫持，快派人救！李海云，海云，炮团朱团长老婆，东北人，大个子。这怎么可能呢？哎，朱团长知道吗？不清楚，估计不知道吧。如果知道，最起码应该打个电话跟我报告一下吧。你们还没走啊？参谋长，过来。好，这事儿赶紧报警啊！我怀疑是韩鹏的心理战，还是想拖住我们，让我们心神不定。不太可能吧？他们刚刚用过，不会故意重演吧？你先把电话打过去，问问李海云的情况。好。关机呀！政委，你肯定发短信的手机号是朱团长家属？这还能有错？所有营运商干部家属的电话号码都存在我手机里。昨天我和李海云打了电话，告诉他老朱打了个漂亮仗，这就是他的号码，不会有错的。关机什么意思？10人被劫持。宝旭，给你2人打个电话问问。哦，他下海岛巡诊去了，3天就走了。这样吧，你问问你家小顾。你打，我没带手机出来，他在家，最近他不会出门。没人接听啊！他怎么不接电话呢？他不在家好好待着，去哪儿了呢？老楚，别着急，我估计他上街买菜去了，再等一等吧。这样，先把消息封锁起来，尤其不能影响到其他干部的情绪。我想有2种可能：一，又是蓝军的心理战。不可能，韩鹏几分钟前还在535指挥所里，怎么可能跑到1000多公里的澄海市去呢？你怎么知道韩鹏在535高地？他指挥部的视频画面打在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我的内线在指挥大厅里已经看见韩鹏了。你派人到指挥大厅去了？是部队管理处抽调咱们旅的兵，去基地搞保障，正好这个兵是我的老将。先不说这些了。如果不是韩鹏本人，也有可能是山豹旅的其他人。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个推测，我希望我的推测是正确的。第二，有可能是家属院真出事了。不对呀，如果真要是出事，无部一营的雷营长应该知道啊。真要是出事，他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们。丁凯，你马上打电话给雷营长，问问家属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好，这事你们俩商量个办法。我先赶到狼山去。这件事目前仅限于咱们3个人知道，尤其不能告诉朱团长，他正在组织炮团过江呢。政委，你看呢？老楚，这样好不好？等你爱人小吴回来电话过后，你再走。不能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旅长先顾及自己的家属，这像话吗？我先给一营长通个电话。啊，等等，如果有事，雷营长会知道；如果没事，或者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雷营长是不会打电话的。现在突然打电话给他，会不会引起恐慌？雷营长可这个火爆脾气啊！我看还是马上报警，让地方公安出面解救。怎么报警？只凭朱团长老婆那些只言片语的信息就报警，这样恐怕不合适吧？如果真像楚旅长所说的是蓝军方面搞的心理战，把这件事情莫名其妙的捅到公安局去，虚惊一场，那笑话可就大了。如果媒体一介入，网上微信一传开，这还真不好收场。呀，
我还真没想那么多。楚占刚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徐小村不相信。徐小村的不相信，又促使了楚占刚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这种不自信的产生，又引发了决策上的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眼看胜利曙光就在眼前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让我们18点左右赶到狼山就行。进入狼山基地，不再集结动员，直接拉到330高地。预令看了？看了，早看了。怎么了？理解意图了吗？不理解怎么执行啊？好，等到了330高度以后，让大家多烧点水，洗洗脸，理理发，刮刮脸。进入阵地哪有时间收拾啊？19点不就开打了吗？要收拾，既然要上镜头，就不能像现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似的。还以为是到了叙利亚呢。是。徐政委来，喝杯橙汁儿，凉的，冰的。谢谢，我心啊都凉透了，不能再喝冰的了。佟政委，你们这谕令是从哪里弄来的？你们909旅指挥部今天早上3点发出的，怎么不合适吗？这谕令指导思想不对呀。那就没办法了，谁让你这个政委不在家呢？这不是把演习当成表演吗？你看，一切围绕着看清好看，围绕着领导的眼球做文章，这仗怎么能打胜利？不行，我得回去看一看。哎，徐政委啊，先坐下。导演部已经通知了楚旅长，你已经被俘退出演习了，我看就没必要回去了。来，喝点水，咱们聊聊天，挺好的。谢谢，我可没这个情绪。听说楚占刚钓鱼水平很高。军人，先把打仗的本领学会，然后再谈什么钓鱼养花吧。徐政委，我可没有挑拨您的意思。但是楚旅长的观念如果不改变，将来还是要吃败仗的。不用你说，我比你还着急呢。哎，同志们，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悠闲自得的？信息化了嘛，决胜千里是完全有可能的。是这样，本来啊，楚旅长是决定今天晚上7点开打，后来我们觉得909旅炮团的官兵们连夜奔波，实在是太辛苦了，所以啊，就安排他们中途休息休息。什么？你们安排他们中途休息？徐政委，从今天上午开始，你们旅部和炮团的电台联系就没有中断过。虽然跳频加密，但是还是给我们破解滤谱和利用强电磁干扰找到了机会。到目前为止，你们主要的通讯讯道基本上被我掌控。政委，刚又截获了一份红军指挥部发给炮团朱团长的最新命令，要求炮团加速前进，6点30分前到达330高地，设置火炮阵地。晚7时对535阵地实施打击。7点30分，炮火准备完毕，发起地面进攻。什么？一营准备。准备攻击！太棒了！2营准备。参谋长，是330高地，我遭到蓝方导弹袭击，遭到蓝方导弹袭击。
洞3完成任务，请求返航。可以返航。洞3明白。报告长官，前沿一线工事全面摧毁，正在组织抢修。我知道了，做好出击准备。是。远火，远火。洞洞1，远火以15坐标，请求开火。可以开火。报告旅长，330炮阵地再遭蓝军远程火箭炮攻击，2个炮营阵地全部被毁。知道了。导演部裁定，我炮团已丧失作战能力，退出演习。二营，按原计划发起进攻。蓝军向2营发起反冲锋了。大队长，摩步2营也发起冲击了。看来是炮火准备失败，只能靠步兵冲锋了。李参谋，马上通知2个中队靠上去，配合2营往上攻击前进。我带1中队从西边冲锋上去。是。您这是搞什么玩意？部队打演习，红蓝2军都有战场全降这个环节，他怎么能这么宣传呢？我跟你说，亲，上交武器，给你找媳妇啊，给你好评啊，真是坑爹啊！还讲不讲政治？哎，人家蓝军的宣传，咱不敢相信。可要是真能兑现，也蛮吸引人的。把他给我打掉！
行了，看来蓝军把2营早给包围了。再这样打下去，也是持久战，不如我们直接占领蓝军基地。好，看来我们只有拼了，兄弟们，跟我上！东东幺，我们发现了红军指挥车，冲上去，别让楚占刚溜了。是，推进。楚团长出来！出来！还有30分钟，演习就要结束，我还看不出来谁胜谁负。楚占刚这时候虚晃一枪，肯定是另有其兵。报告，分割创造的部队已完成对红军魔步营的围歼，并且阻击了企图偷袭我前沿阵地的红军特战大队。但我2个机步营也伤亡过半，档案部裁定我机步1营和机步2营损失惨重，丧失继续作战能力，退出演习。我们还有多少兵力？长官，除了守备4个火力要点和前沿阵地的1个排，只有彭虎大队长指挥的作为预备队的1个特战大队。是我的失误，不应该过早的出击。通知彭继海，马上掩护佟政委还有指挥部转移。是。长官，应该撤离的是你。我想留到最后。楚占刚要抓的人是你。这个我清楚。韩鹏，现在山豹旅只有一个声音，执行我的命令。报告，参谋长，旅长上来了。旅长，我真为你担心啊！上面情况侦查清楚了吗？韩盟的主力都下山了，没想到有去无回。现在高队长留下的不到1/4，东面只有1个半警戒，他想不到我们会从这边上来。上面只有1个火力点，你回去告诉旅长，等我干掉这火力点，你们再上来。是。上。
齐见。韩鹏就在里面，我担心。欢迎陆军909旅旅长楚占刚大校光临本所。蓝军山豹旅旅长韩鹏在此恭候多日。报告旅长，我们已找到阵亡的909旅参谋长丁凯，并抓获909旅特战大队长洪毅。把2位战友请进来，同时照顾好外面的红军官兵。是。楚旅长，是这样，刚才在上山的通道上，我的特战大队袭击了你一个特战小分队，并擒获了你特战队的队长洪毅，同时也找到了你部参谋长丁凯。也就是说，当你进入我的指挥所那一刻起，我的第2梯队已经实施了反包围。来了，进去吧。报告，进来。旅长，你们出去吧。是。各位，坐吧。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演习没结束，胜负还没裁决呢，这交战双方就坐下来喝水洽谈，这难道要握手谈和吗？司令员，距离演习结束还有10分钟。参谋长，您看这要不要现在就通知演习结束？哎，按要求规定，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0点就是0点。对，看下去，也许是鸿门宴。把声音大一点，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各位辛苦啊！你们909旅呢，从东南沿海千里迢迢地赶到我狼山基地，这一路上兵马劳顿，而我呢，却是以逸待劳，有时远迎，实属无奈。哎，对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啊，我没到第1战区的时候，我就听说了，狼山的山泉水甘甜爽口，品尝之后呢，果然是名不虚传。所以今天泉水一杯，以表心意。韩鹏，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俘虏了。说句心里话，我是真想当一回你的俘虏，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演习结束的时间。哎，对了，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你们红军的特战队已经被我们被我们款待着呢，啊，不用太担心。你是不是让我给打糊涂了？是我攻上了你的535防线，是我攻进了你的指挥所，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韩鹏，你凭什么在喇叭里胡说八道，说我想升官啊？你没有这种想法吗？嗯，你们集团军的李副参谋长调走之后，你没有想接替他的位置吗？有。
谁都有进步的要求，但你怎么能用这种手段来煽动战士、蛊惑人心呢？还有，你怎么可以用金钱来收买腐蚀我军干部战士？你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也是十分拙劣的。那说明我的宣传手段对你们产生了效果呀，否则你不会着急的呀。不是一般的影响，是很坏的影响，是瓦解军心、动摇斗志、削弱战斗力的恶性宣传。但你别忘了，你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员，山豹旅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当了几天蓝军司令，你还真把自己当反动派了？你说对了，现在坐在你面前的不是你的战友，而是你的敌人，死敌。你错就错在一直把我当解放军，你永远都不相信敌人随时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上课？楚旅长，你这一路上被我的心理战打得丢盔卸甲，你的炮团呢，不到10分钟就被我的远火彻底摧毁。你怎么还在我面前摆这个王牌旅长的架子呀？我念在你啊，想把这个演习打到底，才让你进了我的指挥部。现在离演习结束还有1分钟的时间，也算你突破了535防线。就算你已经攻进了我的指挥部，如果你想得到这场演习的胜利而满足你的虚荣心的话，没问题。我现在可以让我的战士缴械投降。兄弟们，我们祝贺909旅楚旅长凯旋而归，祝贺楚旅长荣升副参谋长。韩鹏，韩鹏和童飞最终放了楚章刚一马，不失为大格局思维，让我看到了山豹旅这支雏豹在专业化蓝军道路上正一步步走向成熟。但楚章刚和909旅的表现实在有些差强人意，不，更确切地说是不如人意。震惊之余，不得不让我思考一个问题：战区陆军的这2支主战劲旅接连败在了一支年轻的专业化蓝军手下，这种现象太可怕了。如果山豹旅是一股真的来犯之敌，这个后果那是不堪设想啊！难道我们的队伍就这么不堪一击吗？当然不是。那问题究竟又出在哪里呢？演习结束了，谁赢了？没有结果。这叫什么演习啊？各种议论都有。议论啥了？楚章刚败了。首长什么态度？只有掌声。掌声是褒奖。针对演习过程，确实精彩。等首长的奖杯出来就知道了。楚旅长，演习过程我都看过了，你在最后关头带领部队攻上535防线，攻进蓝军指挥所，这种精神实在让我感动啊！是吗？楚旅长，你指挥过的每次演习，我都没落下过吧？要不说你是军内资深记者了。你和王可征旅长都是我的老朋友，可王可征跟你的状态大不一样。好，那说说，我们俩跟同一支蓝军对抗，没有可比性。王旅长这次真是太失水准了，而你
在面对这么不讲规则的对抗中，能够表现出临危不惧、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敢于胜利、善于指挥的精神和意志，我认为你表现出了新时期一名高级指挥员的精神风采。过奖了，楚旅长，我采访过全军很多次军事演习，但这次演习的模式跟以往有很大的区别，出现了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我很想知道，你对这种对抗演习的模式，或者说是对这种专业化蓝军，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你呀，应该去采访王可征队长，他是第一个跟山豹旅交手的，感触比我深。可王旅长拒绝了我的采访，为什么？可能是这次的失败对他的打击过大吧？不会吧？哎，参谋长，我跟政委的意见是啊，这次演习啊，就不要集中讲评了，各部队呢带过去，自己进行总结，就山豹旅前后2次作战，分别做出2份详细的战法分析报告，要有思路，有磨练，有战术，有战法，以及演习成败的经验教训，主观和客观的认识。我想让山豹旅的2位主官把这2份报告啊亲自交给808旅和909旅，然后让他们主动的把这次蓝军的底也交给对方，这样的话有助于他们双方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哎，政委，你的意思呢？好啊，胜不表扬，败不指责啊，找差距、找不足、找原因，当成808、909 2个旅的首要任务。哎，等等。他的表现或感想也没有说服力。他所指挥的红军在蓝军面前几乎就是不堪一击，而你却不同。你跟这支蓝军对抗，打到了最后1秒钟，虽败犹荣啊！我不认为红军失败了，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攻上了535高地。可导演部认为，红军最终并未占领535防线。那就是规则模糊不清的问题了。但红军尽力了。有目共睹啊。但是也有人说，909旅是在跟半个山豹旅对抗，就像下象棋，对方是在让你一只车或一只炮的前提下。哎呀，朱轩老弟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在此之前，我对这支部队，对韩鹏这个人，听都没听说过。是啊，信息不对称，也是一种不公平。暂且不论胜负，我倒是很想听听你这位亲身经历者的感受和看法。我认为啊，这种专业化蓝军的设置，不具有值得推广价值，因为它的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竞赛原则。如果我们踢足球，允许抱着球跑，那这种比赛还能看吗？这个比喻很形象啊。作为假想敌也好，模拟外军也好，山豹旅啊，作为一支试验性的军队出现，用于探索训练方法的改革是可以的，但要符合国情军情。那么你认为山豹旅的出现不符合国情和军情？我们不能丢弃我们的光荣传统。训练中的问题，我们要正面教育，正确引导。训练改革的转变，不可能靠一支所谓专业化蓝军胡作非为的搞些偷袭和欺骗伎俩，而巧取胜利就能转变的。说的有道理。其实我跟你一样，有同样的感受啊。适配一下。
司令员同志，909旅旅长楚占刚等候演习假面，请指示。楚占刚同志，这次演习就不讲评了，各部队带回去自己总结。尤其是你，回去之后呢，一定要针对这次演习暴露的问题认真思考，败在什么地方。首长，您认为我们打败了？你认为你胜利了吗？你指挥的红军虽然是比王可胜表现的好一点，但是出现的问题本质都是一样的。你不认失败也可以，但是总得思考问题吧，思考未来如何打赢。昨天晚上的建议十分有效啊，成功的摧毁了红军的炮团阵地。还是旅长的决断赢。哎，我是来听建议的，不是来听拍马屁的啊！说说你们的意见。旅长，我觉得您不应该改变攻击红军首脑的命令。是的，在战场上机会只有一次，果断是一名优秀指挥官的基本素质。而你，有猫腻。这个我承认，但是啊，决定这个手下留情的是咱们的佟政委。政委？为什么？我们是蓝军，不是敌军。演习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打赢，而是要发现问题。我看楚旅长未必领情吧。这个呀不重要，只要达到双赢的目的，这场演习就没白打。不对吧？应该是2个红军旅双败。旅长说的双赢，不是输赢的赢，而是要赢得经验教训，赢得理念更新，看到不足和差距，发现训练中的问题，找到提高战斗力的方向。太理想化了吧？我觉得有点一厢情愿。我敢说，王可争还有楚占刚没有一个会服气的。不服就对了。哎，咱们是军人嘛，咱们身上就得有这种不服输、不怕输的勇气。如果因为这么一仗就认栽了，我还真瞧不起他们呢。你这是怎么了？哎，行了。蓝军出击显神威，战区陆军专业化蓝军部队首战告捷。刚刚组建仅半年的山豹旅，是我战区陆军第1支专业化蓝军部队。在刚刚结束的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中，以半个旅的实力，连续击败号称华北虎陆军第808旅和号称华南虎第909旅。山豹旅旅长韩鹏在采访中告诉我们。看报纸了，他韩鹏牛什么呀？只要再让我遇上，看过就行了。哎，参谋长快回来了，咱们先研究一下演习总结的事吧。政委，总结的事儿你就一手抓起来，好吧？你没事了？我能脱得了干系吗？啊？可是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总结的。说实话，我刚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和你一样，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也摔报纸，可摔报纸能解决问题吗？你就是来批评我的是吧？我是批评我自己啊。后来我把报纸捡起来，一连看了好几遍。你还能看得下去？我告诉你，我看了开头我就想骂人。哎，这就是你不对了，你都没看完，你怎么能骂人呢？你有什么感想？说实话，我觉得这篇报道还是比较真实的。哎，正好，你有感想，你总结，好吧？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是打了胜仗，你总结起来比谁都积极。要不说饺子就有越团越有呢。
旅长啊，老王，论年龄你是我的老大哥，咱俩搭档都快3年多了吧？从我到808旅的第一天起，你就像老班长一样，教我带兵的经验、指挥的艺术、组织管理的方式方法，我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啊，也确实感受到808旅的光荣历史和传统。老何，别说了，你跟我绕这些弯子没用。我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但是咱这总结啊，一定得搞，要不在首长那儿交代不过去。既然你想通了，就按照你的意思总结，你就代表我，啊，你的总结就是我的总结，是吧？你写完了，我签字，行吗？旅长，要是这次打胜了呢？那这总结就好整了，训练、管理、指挥啊，战术、技术、后勤保障，还有这个高科技手段、信息网络、政治思想，还有文化娱乐，哪一块抓出来，那都有文章可做呀。可是这次我们是败了，败了，你哪一块拎出来都能抖出一大堆问题，对吧？没错，我们以往就是这么过来的啊。有了成绩，就像盛满鲜花的篮子啊，鸡毛蒜皮插上去都灿烂；出了问题，就像只垃圾桶，随便捡出一块都臭不可闻。难怪你是我的政治委员。但是我认为这次咱们不能这样了。政委，那你说该怎么样？不谈成绩，不谈失败，先解决观念问题。政委，这就有意思了。你说，我当了3年的师参谋长，师改旅后，我又当了3年的808旅旅长，怎么突然间观念出问题了？这从何谈起？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政委，是这上面说了吗？上面是点到了，更多的是我的思考。那我好好看看去，好吗？哎，不过最近也不光都是坏消息，也有好消息啊。别逗我玩了。哎，你调正师的命令已经下达到集团军了。真的？是啊。听谁说的？政治工作部前主任刚刚给我打过电话，马上要调你到集团军任副参谋长。6年的副师总算快熬到头了。我先预祝老哥进步啊！这样，晚上到我家啊，咱哥俩啊。哎，旅长，我先走了。这报纸好好看看。政委，放心，我标点符号都不会放过。报告，进来。很急吗？这份内参参谋长让我给您送来，希望您能够先看看。内参什么内容？一位资深记者向上级首长写了份内参，对战区陆军建设专业化蓝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好，我马上就看。啊，给参谋长请进来。是。对于近期第1战区陆军组织的一次实兵对抗演习中，出现的一支试验的专业化蓝军部队，在与红军对抗中，利用红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意外取得胜利。参演官兵对这种取胜表示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训练方法，是盲目效仿西方，哗众取宠。搞这种所谓专业化假想敌，和以前的红蓝军对抗演习并没有本质区别。但组建这样一支所谓试验性部队，耗资巨大，监管缺失，军纪不严，淡化了政治思想工作，乱了光荣传统，乱了训练大纲，乱了体制编制，乱了军心民心。参谋长，
这是那个资深记者祖轩写的吧？对，在基地的时候，我跟他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对于我们组建专业化蓝军的做法不太理解，没想到他把这个东西还反映上来了。他这个质疑啊，不能说是不对，但的确是代表了一些人的思想和观点。来，请坐。这儿也有一些意见和建议，都是看了这位资深记者的内参，有的是在这份内参的影响下发表的看法，也有的是参加这次演习部队的同志的现场观感。这个山豹旅一出山，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啊！也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呢，在添油加醋。有人就说了，如果专业化蓝军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红军，那还要正规部队干嘛？再建几支韩鹏式的山豹旅不就行了吗？还有呢？还有人认为，如果将来的演习都跟韩鹏的部队一样，可以胡作非为的话，那部队还搞什么正规化训练，还搞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有人认为啊，韩鹏的所谓蓝军不败，无非就是战区陆军首长给他撑腰，有特权，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要是给我同样的条件，我也能答应。不光是反对意见嘛。当然了，这里面也收到了几位集团军的领导和训练基地的干部的一些来信和来电。大多数赞同者认为啊，蓝军出击击中了要害，暴露出我军现存训练模式手段的陈旧、老化、观念滞后，认为专业化蓝军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就是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那也是正常现象。希望能够坚持下去，不要因噎废食。走老路容易，创新嘛，总是有一定的风险。我也收到了其他一些战区陆军领导来的信呢，你看看吧。上面写着，这种尝试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是指专业化蓝军建设。但是可否考虑步子迈的是不是太大，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跃进，不利于训练的改革。而且呢，在我们的常规的模式化当中呢，没有到了那种不可救药的程度。可否考虑常规演习和专业化蓝军对抗的结合或互补？这个建议很好。其实这忧患意识啊，不仅是在演习对抗中强调，而是在干部培养当中提倡的。去推行战斗力的生成模式的转变，新型战斗力的培养，不仅是首长们的意识，也是咱们官兵们的共同认可。要说这次演习有成果，那就是暴露了问题，而且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些部队的主官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与专业化蓝军对抗的目的和意义，还停留在斤斤计较谁输谁赢的层面上。所以啊，这个状告信呢，都奉到我的案头上了。政委呢还有一些，我们的目标不能变，这条路我们一定要走下去。我跟政委有个想法，战区陆军的领导分头到各个部队去，听一听我们官兵们的意见和想法。喂，你好，是808旅值班室吗？是啊，你是哪位？我是孟环南呐。请问你是哪位呀？啊，是老首长啊。报告首长，我是808旅参谋部的金参谋，请问首长有什么指示？哦，是这样。
我给你们旅长王可征打电话，他一直不接。给何政委打电话，他也不接，是不是他们都不在旅里呀？首长，旅长和政委最近在训练场，请问首长有什么指示？我马上转告他们。那好，请你转告王旅长，让他抽空给我打个电话。是，首长。请问首长还有什么指示？没有了，就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谢谢你，小同志啊。这小子是不敢给我打电话呀！不行，我要再不去收拾收拾这小子，808旅还不知道让他会糟蹋成什么样子。赢得起输不起的家伙。刘参谋，到。我去一趟训练场啊。什么事儿这么急？是咱们808旅的第1任师长孟老打来的电话，他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啊，要找旅长和政委。孟老？哪个孟老啊？就是老师长孟淮南，咱们808旅的第1任师长，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了。黎修贤是咱们原来的军区副司令员，他要不是有什么急事啊，是不会通过这个内线打到咱们值班室来的。啊，对了，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你打我手机啊。好。旅长，收获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条上钩的。